粉年代这个舞台一播出，弹幕区几乎瞬间炸开了锅。有人说他狗血到上头，有人吐槽演技混乱的离谱，但也有人边骂边看，甚至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回放。因为这段表演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，他明明漏洞百出，却偏偏带着一种让人无法移开视线的失控感。这次由申浩南饰演金燕西，翟依莹饰演冷清秋，两个人再次合作，本来就让不少短剧观众充满期待。毕竟他们之前已经有过多次搭档，观众对于两人的 CP 感其实是有一定滤镜的。可真正看完之后，大家的情绪却变得特别复杂，因为这版金粉年代根本不是简单的甜虐爱情，而是一场彻底失控的情感拉扯。金燕西和冷清秋之间的关系本身就带着浓烈的悲剧色彩，一个是骄傲任性的豪门少爷，一个是倔强清冷不愿低头的女孩。他们之间从来不是单纯的爱，而是夹杂着占有、误解、执念、伤害与不甘。爱的时候轰轰烈烈，恨的时候又像刀子一样锋利。而这一版舞台最明显的问题，就是两位演员似乎都还没有真正抓住角色最核心的情绪，尤其是台词部分，很多观众看完最大的感受就是到底在说什么？情绪很激烈，动作很用力，可偏偏台词含糊不清，很多关键情感根本没传递出来。原本应该让人窒息的爱恨纠缠，最后却变成了一种混乱的情绪堆积。但奇怪的是，这种不到位反而制造出了一种另类的真实感。因为现实里的感情本来就不是永远逻辑清晰的，很多时候人真正崩溃的时候，说话就是乱的，情绪就是碎的。你明明恨一个人，却还是会忍不住靠近；明明爱到放不下，却又想亲手毁掉这一切。所以当观众看到两个人一边争吵，一边靠近，一边互相伤害，一边又舍不得放手时，那种混乱感反而莫名贴合了角色关系。尤其是吻戏部分，更是直接让评论区彻底失控。很多网友都调侃，这俩人亲的也太自然了吧。果然搭档多了就是不一样。虽然演技被批评不少，但不得不承认，两个人在肢体互动上的默契确实存在。眼神靠近时的停顿，情绪爆发后的拥抱，包括那些带着压抑感的亲吻，都让角色关系变得更加暧昧复杂。有时候观众其实并不怕演员演得青涩，最怕的是完全没有化学反应。而申浩南和翟依莹之间偏偏最不缺的就是这种微妙的拉扯感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评委的批评才显得格外刺耳。节目里几位导师几乎是毫不留情地指出问题，从情绪层次不到位，到人物关系没有递进，再到台词功底不足，几乎每一个问题都被放大。尤其是当评委直接指出观众感受不到角色真正的痛苦时，现场气氛一度尴尬到极点。不少观众甚至表示隔着屏幕都替他们难受，因为可以明显看出来，两位演员其实是努力的，他们并不是敷衍，而是太想表现情绪，结果反而让情感变得失控。尤其是翟依莹饰演的冷清秋，其实有几个瞬间已经能够看到人物的脆弱感，只是这种情绪刚刚出现，还没来得及真正沉淀，就又被下一段激烈冲突打断。很多人也因此开始心疼他，因为对于演员来说，最难的并不是哭戏，而是克制。冷清秋这个角色本来就不是一个外放型人物，他真正的痛苦应该藏在眼神里，藏在沉默里，藏在那种明明受伤却还要维持体面的倔强里。但舞台表演时间有限，情绪节奏又特别快，于是角色最细腻的部分反而没有机会真正展开。相比之下，另一组选手演绎的版本却获得了大量好评，尤其是张吉俊版本的金粉年代，据说不仅打动了评委，甚至连后台其他参赛演员都看哭了。
为什么同样的剧本会产生这么大的差距？其实关键就在于有没有真正相信角色。好的表演从来不是靠吼出来的，真正高级的情绪是观众能从一个停顿、一句轻声的台词，甚至一个眼神里感受到人物内心的崩塌。金粉年代最难演的地方也恰恰在这里，因为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甜宠剧，它里面没有绝对的好人，也没有绝对的坏人。金燕西自私吗？是，可她又确实深爱冷清秋。冷清秋冷漠吗？某种程度上也是，因为她太骄傲，太害怕被伤害，所以宁愿把爱藏起来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观众会说，他们明明相爱，却偏偏走向毁灭。而这种关系其实特别考验演员对人物的理解。如果只演出了虐，那就会变得浮夸，但如果能演出爱里的痛，角色才会真正立住。或许这一次申浩南和翟一莹确实还没达到那个程度，但也正因为这种不完美，反而让很多观众看到了他们的成长空间。尤其是短剧演员，其实一直都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节奏太快。很多演员刚刚建立一点人物状态，就必须立刻进入下一场情绪戏，没有时间沉淀，也没有足够空间慢慢雕琢角色，所以观众常常会觉得短剧演员情绪很满，却缺少层次。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潜力，相反，正因为短剧市场竞争激烈，能够被观众记住的演员，往往都有某种特别鲜明的个人魅力。而申浩南和翟一莹之间最特别的地方，就是他们那种带着危险感的 CP 氛围，不是传统偶像剧那种甜得发腻的感觉，而是一种明知道会受伤，却还是忍不住靠近的吸引力。这种氛围其实特别适合金粉年代这种充满悲剧宿命感的故事，所以很多观众虽然嘴上吐槽，最后却还是会默默期待下一期，因为大家都想知道，如果换一个更适合的搭档，换一种更成熟的情绪处理方式，翟一莹会不会真正爆发出属于自己的能量？申浩南又能不能把金燕西那种偏执又脆弱的复杂感真正演出来？也许下一次他们真的会带来完全不同的惊喜。毕竟演员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一次完美无缺的表演，而是在争议里不断成长的能力。有时候观众愿意继续看下去，并不是因为你已经足够优秀，而是因为他们在你身上看见了未来。那么看完这版金粉年代之后，你觉得申浩南和翟一莹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是演技层次不足，还是剧本本身太难驾驭？你更喜欢这种混乱感十足的情绪表演，还是更细腻克制的版本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一起聊聊你心中的金粉年代名场面。感谢大家观看本期内容。如果你也喜欢影视解析、短剧话题和演员深度讨论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